歡迎嚟到全新系列古粵語課堂。呢個系列主打傳播毫無作用嘅知識，因為接落嚟我哋要了解嘅基本上都會係唔再使用嘅粵語。本期先上兩首粵語歌謠，呢啲歌謠通常都會有一定節奏，但由於本人嘅知識有限，無法獲取原版嘅節奏，所以請大家將就一下。如果你中意我呢條片，請記得點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 channel， 以及將呢條片 share 到你常用嘅社交媒體平台。唱隻歌仔解下心，父母家窮賣過人，熱茶熱飯冇女粉，凍茶冷飯點後吞，三更只得床上瞓，聞得雞啼就起身，點得爹娘來贖我，劏隻生雞去還神。呢首歌謠嘅主角應該係大戶人家嘅女工或者童養媳。咁喺古代咧，重男輕女，窮人屋企如果家境貧寒，養唔起個女，就會將個女賣俾一啲經濟條件相對寬裕嘅家庭去做工人。咁甚至咧，有啲有男丁嘅家庭咧，就會買一個女從細養大，到咗可以生育嘅年齡咧，就作為新抱嫁俾自己個仔。呢啲買翻嚟嘅女仔咧，就唔係直係親屬，咁作為勞動力咧，就不如男性。喺古代呢個重男輕女，以勞動力計算價值嘅社會裏面咧，喺家中嘅地位咧就會非常低下。喺屋企咧，佢哋要一直忙家務事，要等到屋企其他人食完飯之後先可以食。咁喺嗰時候咧，啲飯菜咧就早就凍晒啦。古代咧就冇微波爐啦，即使有都冇可能俾佢哋用，所以咧即使係冷飯冷菜咧好難頂，都只能夠咁樣吞落去。佢哋嘅睡眠時間往往冇辦法保證，一日要忙到晚上嘅11點或者12點，早上咧聽到公雞叫聲又要起身，每日瞓覺時間亦就係大概4到6個鐘左右。啲妹仔咧一旦俾人買咧，就淪為工作甚至係生育機器，冇人權呢回事可言。喺佢哋內心深處咧，當然希望父母能夠交贖金，將佢哋買翻去。咁但係如果人窮到需要出賣自己嘅親生骨肉，又點會有可能有錢翻身呢？所以如果真係可以贖身，當然就要殺雞感謝神恩啦。呢首絕望嘅歌謠體現咗佢哋無力解決現實問題，只好用歌聲抒發一下自己壓抑嘅情緒，解一下心結。唱支歌仔甚新鮮，做蝦曱甴契同列，又問蜘蛛借個線路，又問禽佬借個盒添。舂米公公擔盒過，堂尾問佢擔去邊。烏蠅拍手哈哈笑，人家唔見10幾年。呢首民謠對比上一首咧，題材相對就輕鬆愉快好多。同時咧，我哋又可以從民謠之中睇到廣東古代農村嘅生態環境。其中民謠中提及嘅做蝦係一種生物，做蝦咧又叫做馬，係一種類似蟋蟀咁嘅生物。平時咧就會出現喺田裏面，到咗冬天咧，天頭凍咧就會跳到屋企嘅廚房食啲蟲仔為生。而曱甴咧就係蟑螂，因為咧佢哋都有一對觸鬚，所以可以契同別，亦就係成為結拜兄弟。蜘蛛係乜嘢咧？大家都知道啦。禽佬呢個叫法咧喺而家就比較少見啦。我哋可以理解為一種體型比較大、四肢細長、唔結網嘅蜘蛛。佢哋一般會爬到天花板頂上面食蚊為生。佢哋同一般蜘蛛一樣，會用絲線織成一個卵囊，保護自己嘅卵，睇上嚟好似一個盒咁。舂米公公咧又係另一種蟲，學名咧叫做祈福蜂，因為佢哋喺日常活動裏面都會擺動自己嘅腹部，好似嗰啲打碎米粒嘅老人家，因此就俾廣東人戲稱為舂米公公。堂尾咧就蜻蜓啦，堂喺古語裏面咧就一種比較細嘅蟬，堂尾咧就喺堂嘅後邊加條尾，形容蜻蜓嘅體態。咁點解舂米公公要擔盒過呢？蜻蜓呢個問題實際上就由烏蠅解答咗啦，因為佢哋會尋找其他蟲類嘅卵夾，譬如話前面提到嘅禽佬嘅卵囊去產卵，令到佢哋嘅卵成為後代成長嘅食糧，所以佢哋就失去咗10幾年嘅生命。咁所以呢首歌謠咧，亦都係充滿咗民間對生物觀察嘅智慧。咁好啦，本期就先到呢度，我哋下期見。